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胡先生，25岁，来自四川，个体；周女士，22岁，来自云南，个体。有请。欢迎两位啊！结婚多久了？没有多久，才1个月左右吧。哦，1个月左右啊？对。刚领了结婚证，还没有办酒席。哦，今天是谁要来的呀？我要来的。我也要来的。哦呀呀呀！来干嘛呀？就我们之前谈恋爱的时候嘛，我们谈恋爱在一起2年了。啊。对，我们在一起这2年，感觉我们性格特互补，感觉特美好。哦，一直向往着这爱情吧。然后我们这领了结婚证之后，住在一起之后生活，才发现我和他不是互补了，就是灵魂交换了。灵魂交换了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感觉特别小女人，然后他反而觉得我是一个男子汉呢，他觉得。哦，你是觉得性别有些错位，是这意思吗？啊，对，一些行为上。他总是就觉得我，因为之前我上班的时候嘛，有一次我领带放同事车里边了，那因为我同事也是女的，当时我就。你的领带为什么放女同事的车里了？因为那个车是我们那个公司的。然后我就在副驾驶的位置，就是说我说同事帮我拿一下，他老是就觉得他说我小女人啊什么的。那你拿个领带很正常一个事吧，对吧？哎，谁谁谁，你帮我拿一下嘛。然后他是怎么做的？帮我拿一下我的领带嘛，我的领带在你车里。这么拉着别人。没有那么夸张，他就是瞎说的。那不然我干嘛呢？对不对？他就这么拉。当时我你当时在啊？我在的，我当时看见了，我们一起去的。然后看见之后，我觉得，哎呀，当时我就总感觉怪怪的嘛。就有点放嗲的那种感觉吧，一点都不爷们儿了。但是你拿东西，你也不能大声的跟人家说帮我拿一下东西，这样子都不可能的嘛。你抓人手没有？没有，他就是夸张的。我就胳膊肘搭在那个副驾驶的位置嘛。我说因为他比我大，我就叫姐姐嘛。我说帮我拿一下姐姐，我说我领带放里边，就是这样子的。这没什么呀。他撒娇了，他说姐姐你帮人家拿一下下嘛。就是一下下嘛，就别死，就感觉小女孩的感觉嘛。这倒没什么，你看不顺眼看不惯是吧？那不仅这个嘛，他有其他的那更夸张的呢。就是结婚之后住在一起了嘛在我的想象中或者电视中电影中看的都是男孩子搂着女孩睡这儿感觉特有爱嘛特有爱。然后关键是现在结婚了嘛他说我也想感受一下被抱的感觉，他就这么睡我这儿，然后他就特别那啥的玩手机，经常是来我抱抱，我要抱抱，好像很享受被别人抱着的感觉，他就小女孩一样就躺我怀里。可是我结婚嘛，我也想让别人抱我啊，你那就不能爷们儿的，你抱抱我是女孩子嘛。其实没那么夸张。他就特享受，哎呀，他笑嘻嘻的呢，哎呀，好舒服呀，这种感觉。你好，平时主持人你可不知道，逛街的时候，他不管是什么场合，他那个笑声很粗犷，感觉很有那种男子气一样。那我觉得在一起，我们在一起2年了，有的时候我就很豪放的那种，我觉得没必要遮遮掩掩的，笑就大声笑嘛，什么还得笑都不能笑。我觉得和最亲密的人在一起，逛个街看到啥，但是公共场合你也不能笑得太夸张了，是吧？他就跟那种以前古代的这种张飞，是吧？对，他发不出这声吧？对，你发不出这声吗？没那么夸张，就是开玩笑嘛，哪像他说那么夸张？对，你们俩这不是挺幸福的吗？听着都甜蜜是吧？不是，听的是。道理应该谁抱谁，对吧？其实自己当你真正感受到的那种，他就是特别嫌弃，哇，你的笑声怎么这样子？其实我是发自内心真的开心。你结婚之前你不笑是吗？我也笑啊，他也觉得。哎，挺好的嘛，没啥的。结婚住在一起了，就发现这东西多了。行，听明白了。还有别的吗？他就是把所有那个男人的坏习惯都展现得淋漓尽致的。他呀，比如说什么是男人的坏习惯？很正常的，在聊天说着，然后他有那种稍微激动点的东西，他就打人，说一句要打我一下。那我也是因为爱他嘛。我比如说看到一个特别好看的东西。哎呀，我说快看！然后大不了就是他特激动的时候，手就大了点嘛，就你快看，就是这么点事，他非得打的我都站不住了，作为一个男人我都站不住了呀。我觉得就是普通的，我看到一个好看的东西，我好想跟他分享嘛，我就大不了打他就用力了一些嘛。一个女孩子能打你多重啊？真的是
想分享那个急切的心情嘛。理解了啊，没啥呀。啊，他就以爷们儿的方式抽我。不是，你这有点太计较了。但是公共场合呀，多不好啊！你这家里啥呀？这个我认为就是只有女人才干的事儿，就大老爷们儿不会这么干，是吗？基本都是小女生啊什么的喜欢这样。但是还有一次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们是异地恋嘛，然后呢我们也那个几个月没有见，后来回去了的时候呢，就去他家坐了会儿，然后就感觉他家里面那个卫生啊真的很不爱卫生，他那个床单他能几个月不洗。这个我得解释一下。然后我感觉我的都没有那么脏。在家里面我们卫生是肯定是干净的。那段时间是我租房，就是1年前说创业的时候，我就搬到一个出租屋，那个环境你也知道，本来就潮湿，我每天又特别烦躁，因为刚创业，要什么什么没有的时候，特别烦的。那我心态上没有去打扫卫生，而且本来就只住几个月，我想着住了那东西去都不要的嘛。就将就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回来就一直觉得好像就因为这个事情，他就断定了我是一个不爱卫生的女孩。你们婚后他讲卫生吗？婚后他也这样，平时也是我做饭，然后他洗碗然后他呢也是有那种拖延症，就感觉我坐一会儿再洗，我1个小时后再洗，很多东西他都没有，比如说锅他也没有刷，然后放在那里水都很脏了。因为我们在一起结婚就这么点时间，就这么1个多月，就有一次。洗碗的时候，我们是因为什么事要出去，我就把那锅没洗，就一次，然后他就总觉得好像就一件事情就把你这个人给定死在那儿了。听明白了，男生好像在这个性格里面是比较细腻或者细致一些的。他是细致过了头了。女生就有点大条，是吧？除了你觉得灵魂交换之外，你们还有什么矛盾和冲突呢？因为我这第一次谈恋爱，我们小时候也没去过什么游乐园，人家我身边朋友交了个男朋友就去游乐园，多浪漫了，对吧？我说我也想去，那个时候谈恋爱才半年多吧，我说我也想去一次。他好好的回答我，好，你想去咱就去啊，咱以后孩子长大了，咱带孩子一起去。你说这什么话嘛？人家现在就想去，你都不给我去，人家说的话好听那个。但是我也去不了啊，因为你去游乐园的话，那过山车我也坐不了，因为我恐高。然后那个旋转木马，我就觉得没有意思。那我去干嘛呢？那他就是觉得没意思，什么都是没意思。你就是女朋友想去了，对不对？你要是爱我的话，你说我陪你去吧，对不对？又花不了多少钱，陪着我去，我也能感受到你的爱呀。你是说什么以后那啥？这个是我如果没听错的话，是交往半年多发生的事儿，是吧？对啊，那个时候。那你这游乐场去了吗？没去呢。那为什么嫁给他了呢？因为那个时候想着这么大点事儿没啥啊。然后关键那个时候觉得不是个事儿。对，那时候还觉得不是事儿呢。这么小点事儿谁放心上啊？然后直到后来，就是有一次我们去公园，我看到一个那个扔沙包的那小游戏嘛，对吧？10块钱一次。当时我想这个好，我说去玩一下。然后他怎么说？别去玩，他就开始算。你去玩呢也玩不下来，你这10块钱呢就浪费掉了，你这时间呢也就放这儿了。他就开始算。当时我心里面就想。10块钱，我又不是经常玩，就第一次玩一次怎么了？他就一直算这个东西，哎呀没意思啊，你什么都没意思，开心不重要，重要的是钱不能乱花。那个其实是因为什么呢？我就看到它是那个钉子插在上面的，然后你根本得不到这种东西。然后我说这个你何必呢？为什么你明知道这个事情你还非要去呢？娱乐一下嘛。你娱乐，你应该公平的娱乐呀，因为这种东西我觉得打不下来就公平了嘛。人哪是不公平啊？人也是有几率的嘛，人可以栽中啊，也有人打中了，打中了就有了嘛。他就是觉得钱花刀刃上，只要那不是个刀刃，你都不能花，开心都不重要。那你后来不是还买了个泡泡机？那时候我生气了，我转身我就去买了一个泡泡机，泡泡机15块。那你平时挺大男人的，你现在买个泡泡机，你这怎么？你现在说我大男人了？那我小女人的时候，你顾及过我的感受吗？那我买个泡泡机去个游乐园，你要是满足我少女心了，我能往大爷们这方发展吗？生活不细致一点，那怎么过呀？这日子，那你过。细致真的过了头了，然后我俩这事儿吧还没法说，为啥呢？人细致节约是好事，对吧？但是你不觉得对我是挺苛刻的那一种了吗？就开心快乐啥都不顾了。行，这都是小钱哈，大钱他更抠是吗？对啊，大钱别提大钱。前段时间拍婚纱照的时候呢，有个非常漂亮的婚纱，特漂亮，我当时我眼睛快掉里面去了，我当时喜出望外的那种感觉，我好想去试一下。然后我说咱一会儿试一下吧。他说多少钱呢？然后那个人就回答，租的话是6000，你买到8000。他拉着我就跑了。
一路小跑就跑掉了。然后当时我就非常抱着那个柱子，我说不走，我要试。他就拉着我就跑了，扛着就跑了。因为当时是我们那个在三亚拍婚纱照嘛，然后人家叫我们那个下午2点钟去试那个服装，你自己的事情都还没有做完，你又想着去做别的事情。那我觉得你一样的事情做完了，你再去做别的事情也可以的。不是，这试婚纱照吗？这试婚纱不是一件事吗？它这个不一样的，它是你拍照的婚纱照，它在所以它这就是借口啊！你画完之后，你就可以去试一下了。他不给我这个时间。其实我知道当时我们那个经济不是特别好，我也没有打算去要租啊买啥的，就满足我一下，让我去穿一下嘛。他都不让我穿，直接就跑了。这么多天提都不提，然后那几天我心情特别不好，然后他也可能也感受到，但他也不说啥。你试的话，你可以在家里面试啊，我们那儿离三亚也好远呢。但是他那可以试穿一下嘛。也没用啊。你也知道没用，你就让我去试一下，满足一下。他从来都不满足我，不管是什么事情，他都不满足我。他总是看到一样东西，他觉得很好，他就在第一家店就要定下来。然后我觉得呢，就是我们要多看几家，然后货比三家，对，多比较一下啊。然后就是这样子的。你出去买东西会砍价吗？哇，会。他砍的那可不叫砍价了，他是连街都砍了。他出去买个菜啥的哈，从这个菜市场头砍到尾，然后问价，问了之后我砍回来，然后再去买菜，我觉得太麻烦了。你买个菜，我2人1荤1素1个汤3个菜。能节约多少钱？我觉得咱爽快点，对吧？只要他不是说特别高的那种天价，咱也可以去接受，就适当一下嘛，对吧？没必要就是一直那么的斤斤计较，哪叫这么多嘛？明明它值3块5的东西，他为什么要卖4块5呢？那你这个我就要讲一下，把这1块钱给讲下来啊！我从来没说你这不能讲，你讲价可以，我也讲价，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就是买个豆腐也得讲，买个青菜也得讲，买个肉还得讲，我觉得没啥必要嘛。因为我是经常做菜、经常买菜的。我就知道这个菜它是值什么价格，所以我要去讲一下呀。行，听懂了，听懂了。哎，你嫁给他了是吧？嗯。那你嫁给他的理由是什么呀？因为我们之前交往那2年，他特绅士啊，觉得哇完美男人掉我身上，我简直捡了个宝，特开心。我天天发朋友圈晒呀，哎呦，我觉得我又帅是吧？当时那个又有气质，穿个正装，他有时候还给我带个花啊，这没问题啊，没变啊。但是他过日子的时候就感觉他太斤斤计较了，小事上我们都合不上。所以你今天来要干嘛呢？希望他也能多顾及一下我的感受嘛。节约勤俭节约是美德，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你还得顾及一下我的感受嘛。听明白了，你为什么娶她呀？一肚子的抱怨。我也是之前认识他的时候，他也是挺小女人的呀，但是相处久了之后，他就很那种大大咧咧的，很多那种坏习惯。所以我觉得他能为我改一下也挺好的呀。这个我听起来就是你们俩互相不懂嘛，女生要的男生给不了嘛，男生要的女生给不了嘛，听起来都是特别小的小冲突。但是就像女孩刚才说的那句话一样，就是这种东西只有一个人在设身处地的去感受的时候，他才知道有多压抑，对吧？对。应该怎么去做一些调整呢？你们可以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和建议。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哎呀，我一听啊，我觉得这不是跟我们在展示甜蜜吗？反正我这岁数，我听起来我觉得是在展示甜蜜、展示幸福呢。但是我也在想啊，好像压垮我们、打倒我们的，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好像都是生活当中这些一地鸡毛、琐碎的小事儿。没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然后逐渐就消磨了当时我们一见倾心的那种美好啊。真正落到平常的琐事的时候，就会发现，哇，原来这么美好的一个人，他也是要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的。你比如说，他说的这男生特别这个小鸟依人，愿意依赖你。你说的这个叠字儿，我就想起来前一段时间特别红火的，就是有一个短视频上说，你也说叠字儿，他说别吵吵。你说这话出来之后，他如果大声的对你这么呵斥，你是不是觉得心里也挺难受的？还不如小鸟依人对你温柔体贴一些呢。所以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我们是需要换位思考的。如果你站在他那边，考虑你们目前的经济状况，也可能他精打细算是为了你们未来更好，未雨绸缪吗？两个人如果
这样交换场地，多换位就会为对方想得更多，而不是一直在抱怨你对我怎么样。万事开头难，婚姻也是一样，当你们磨合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彼此身上的这个棱角磨掉之后，你会发现你们会贴合得更紧，就像齿轮的咬合一样，紧密的在一起。它会有一个齿间，但是你这边会缩回去一点，这样你们之间就会毫无缝隙的粘在一起了。静下心来，站在对面想一想，好不好？好，谢谢周老师。我昨天出去吃饭，隔壁桌一对小情侣，那个姑娘啊就上洗手间，然后那个男的就冲那个姑娘离开后坐那个位子就叹气叹息。那姑娘买了4大袋的东西堆那乱七八糟的，然后那男的就站起来去给她收拾，特别会收纳，哗哗把4大袋的东西归纳成2袋。然后我同事就旁边特别羡慕说，哇，这个男人好贤惠啊。对，贤惠这个词儿以前说女人的，但是现在放到一个男生身上好像也是没什么问题，天衣无缝。然后也有很多姑娘特别羡慕有这种贤惠的男人，是吧？谁说男人就不能精打细算？谁说男人就不能贤惠？谁说男人就不能温柔？谁说姑娘就不能大气？谁说姑娘就不能豪爽？那我觉得它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在于什么？问题在于你真的需要一个像你说那样特别男子汉气概、大男子主义的人吗？你真的需要一个那么磨磨唧唧的一个女生吗？这是你们以为自己需要，还是你们真的需要？你没有试过，你觉得我的女朋友找的都是那样的，所以我也应该找一个那样的。但是你的性格如果找一个特别大男子主义的人，可能你们就是天崩地裂，每天都是打雷闪电，天天吵得不能再吵。你要找一个磨磨唧唧啊，可能就2个人就天天在那生闷气，就是这样的。就是你们以为自己需要和你们想要的是截然不同。你们现在真正的问题其实根本不出在这儿，你们真正的问题在于你们正处于一种亲密关系的磨合之中，你们发现我的感受不被对方重视，所以你们归结到你特别像个姑娘，你特别像个男人，你们归因错了，不应该归因到上面，你们应该归因到一个什么地方？就是我们刚刚住在一起，我们刚刚形成一个亲密关系，那么这个时候你为什么没有那么来关心我的感受？就是2个人从我变成我们之后，我们丧失了一部分的选择权。以前你不想要的，你就可以说我不要，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你得问他你想不想要。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所以你们现在更需要的是去关心对方究竟想要什么，然后去问自己，我能不能为他想要的东西而去付出一定的代价？这就是夫妻。谢谢大家。好，谢谢陆琪老师。2位好啊，我跟刚才2位老师的观点有点不太一样。你们2个人谈恋爱也有一段时间了，并不是彼此不了解，那结婚前干嘛去了？不是说这个问题是在住在一起的那一天才发现的，可能是会有很多的细节小事儿，是2个人共同生活在一起碰到，以前可能真的没有注意。但2个人都同时口口声声说了自己心中爱人的那个模样，谈恋爱的时候难道就没发现吗？你们都给自己心中画了一张画像，然后显然现在彼此不是心中的那张画像，然后就要把对方都改变成打造成自己心中那个画像的方向，那不就是自私吗？都想要自己要的，却从来不为对方想。如果一直这样过下去，我觉得你们2个人连坚持到筹备婚礼，就婚礼那天都坚持不到。婚礼细节要筹备的事情可多着去呢，能过到那一天吗？说了2件事情，我觉得就你们对对方相互没有任何的认同感，然后也并没有把对方放在自己心里，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对方。女生住在出租屋，她在打拼事业，男生不知道吗？你应该知道吧？当你走进他的出租屋的时候，你不应该第一反应是好心疼他，一个小姑娘自己住在这样凌乱的房间，而你的反应是什么？你怎么那么脏，连床单都不洗？所以这个时候爱在哪儿？
然后女生说要一个泡泡机，要一个什么沙包的，去丢沙包这种游戏，是这些东西可能在你的价值观的眼里它是浪费钱，但是你觉得就是这10块钱都抵不过你爱人的开心吗？这个时候爱又在哪里呢？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磨合期也好，还是说真正进入到以后未来的生活的日子当中，最基本的是对对方的尊重、认同和爱，否则的话你们这个磨合期磨合一辈子都磨合不过去的呀。说价值观不同，那不就是说三观不同吗？但其实三观不同并不可怕，三观不同根本矛盾是在于我不认同你的三观的同时，还必须强迫你接受我的三观。所以我希望你们2个人好好认真的考虑一下，现在站在对方的那个人是自己想要依靠终身的人吗？如果不是，及时止损，否则的话你们这个磨合期很可怕，好吧？谢谢。为什么流眼泪啊？因为我感觉确实有的时候女生流眼泪的时候，是不是你心目中想的那种林妹妹的样子？不是，不是啊，你不是要这种悲悲戚戚、软软弱弱的女生吗？你不是不喜欢那种魔性的笑声吗？她现在这个样子不是你想要的呀，这种软弱的样子。所以其实这个时候你可以想清楚，其实她现在要的这个样子，那个楚楚可怜的样子，其实是你想要的。但是当她真的表现出这个样子的时候，你又不高兴，因为她悲伤嘛。刚才那个老师问说，难道你们在结婚之前相处的时候，没有感知到对方身上你现在不喜欢的那些东西吗？其实是有的，对吧？但为什么还结了婚呢？那就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的一个错误的逻辑，恋爱的时候低标准，婚姻的时候倒变成了高标准。因为他认为结了婚之后，我堂而皇之的有这样的权利和身份去要求你改造。但事实上逻辑是错误，逻辑应该是恋爱的时候高标准，婚姻的时候向低标准的包容看齐。有人说婚姻就是一错再错，当然这个一错再错不是指没有底线，而恰恰是指你明明知道那些改变不了的东西，不要强人所难。爱的肤浅的人其实的确是在挑模式、挑形式，他应该长成那个样子，他应该是什么学历，他应该是像绅士一样的脾气，他应该是像淑女一样的态度。但其实爱得深了，你会认为你爱这个人爱的是什么？是他的品质。你们俩之所以都知道对方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还是结了婚？为什么还是会在对方悲伤的时候还忍不住给他擦眼泪，瞬间把刚才所有的怒气全部都打消？那是因为你潜意识当中知道，我爱的是他的品质，与我有关的那种美好的品质。事实上，人年纪越大，无论是挑东西还是审美，你就会发现越来越忽视外在的形式。而相处的越久了，你也会发现，能够支撑婚姻走过太多岁月的，其实不是那些外在的东西，而恰恰是那种让你感觉到美好的品质。这些品质就是很简单，就像刚才你流泪，他就心疼。很多事情他不愿意做，但最后还是为你做了。天天说你不洗臭袜子，收拾着收拾着全洗了。其实爱到最后爱的是这种品质。所以我们不要去要求对方的改造。你们硬要逼得彼此像恋爱的时候投其所好的演，倒不如尊重结婚之后彼此袒露的真。你们说呢？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老师们该说的都说了啊，我觉得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得彼此尊重，就是越是熟悉，我们越应该彼此的去尊重对方的感受；越是亲密，我们反而应该越去尊重对方的感受。所以不在于是爷们儿还是不爷们儿，不在于是女人还是不女人，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你们在婚后愿不愿意尊重彼此
从过去家庭、从过去的生活中带来的习惯、思维方式和处事的方法，其实就是这个。改造太难了，我们都知道，现实生活当中让一个人改太难了，只能改自己，改的去接受，也不是改性格，改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你们自己掂量吧，啊！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其实就像老师讲的一样，有的时候希望你能多尊重一下我和我心里面的想法。其实我想要的不多，也不贵，我只是希望你能给我那个态度大气一点就好了。其实呢，有些时候也希望你为我想一下。我们现在已经结婚了，作为一家之主，其实我也是很有难处的。我们在生活上不细腻一点，那这日子怎么过呢？我希望你也可以理解我一下。所有的表述里面只有我，没有你。你看女生的要求是，我希望你是这样这样这样，考虑我。男生是，我是希望你变成这样这样，我是多么的难。其实这一旦有这种表述的时候，我们基本可以感受和理解到，在这个关系当中，你们还没有真的做到为对方去着想。其实我想老师们谈的最多的、最核心的，恰恰是这个问题。这就是成长嘛。谢谢两位的分享，请回。来，请关门啊！来吧，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再也找不到解脱，就像是第一次一起飞。女生啊，你要想找那种小鸟依人的感觉，你得变成小鸟。您老是大苍蝇那种，那没办法弄。你看很多这个女生到这个环节肯定是柔弱的，一下就扑了过去释放了，她自己还端着，你怎么行呢？所以就慢慢接受吧。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啊，谢谢啊！来，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你是我这生命中世上独一无二，不说出只是誓言。Marry me, my baby， 每分每秒每日每夜每一个你都是幸福的起点。这送给你们啊！还那么不开心呢？哎，你把高跟鞋脱了啊？高跟鞋脱了？脱干啥？脱了，两个都脱了。我也脱吗？你别脱，你脱什么？你再抱一次啊！你再抱一次，再抱一下，绝对不一样，马上就是小鸟依人。就这道理，就这意思。哎，抱走吧，特别男人，就那一下，是吗？啊，就刚才那一下特男人。你看，他就要这个啊！啊，对。哎呦呦，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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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